M72LAW 是由美国黑森东方公司于1958年开始研制的66毫米抛弃式火箭筒，1963年初被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采用，并取代 M31反战车枪榴弹和 M20A1 超级巴祖卡，成为主要的单兵反战车武器。在1980年代早期，美国军方原本有意以 FGR-17取代 M72，但这个计划因最后陆军决议而取消。二战期间，新战车战术的运用使得一般的步兵更难以抗衡，于是产生了反战车枪。又因战车厚度不断增加，于是需要更强力的武器。美国在二战大量使用巴祖卡火箭筒，并继续于韩战中使用。但巴祖卡火箭筒也有缺点，巨大、笨重且容易损坏。不但如此，它也需要2位经过训练且十分细心的士兵进行有效的操作。与此同时，德国于二战中所发展类似于巴祖卡火箭筒的铁拳系列反装甲武器则没有这些缺点。这些仅可单次射击的铁拳反战车火箭，不但生产价格较为便宜，更不需要对操作的士兵进行特别的训练。因此，铁拳反战车火箭可常规性的配发于德国民兵部队使用。M72则同时承袭了巴祖卡火箭筒与铁拳火箭的优点，以发展一种轻巧、便宜，并可以广泛使用于各种状况下的单次使用迷你型巴祖卡火箭筒作为设计原则。M72反装甲武器由一个2节式的筒状发射管及装置于其中的一枚火箭所组成。当系统尚未展开的时候，它的外壳即为水密组件，保护其中易受潮的火箭。扳机、握把跟前后箭孔、后筒盖也均安装于外套管之上。内套管的部分则包括了机针组件。展开时，内套管沿外套管上缘，扳机组件处的沟槽向后伸张，并与外套管上的扳机相互锁定。一旦发射管进入备变状态后，就算将内套管收回原本位置， M72也无法继续维持原本的水密状态。备变状态下发射时，位于内管后方的机针组件及触动点火器引燃弹头后方推进火箭，推进火箭在离开发射管前即燃烧完毕，并在管内产生高热空气。在推进弹头离开发射器的时候，火箭推进器并不会产生明显之后坐力。当火箭弹离开发射管之后，火箭后方的6个尾翼即同时张开，用以稳定火箭弹的飞行轨迹。早期的火箭弹战斗部由 M31反战车枪榴弹发展而来，采用一种简单但却极端可靠且安全的压电效应保险系统。此保险系统的作用原理为透过撞击目标，使其前方所放置的矿物结晶产生极短暂的电流，用以启动弹头。一旦弹头启动之后，位于弹头底部的推进药剂被点燃，并引爆主要装药。主装药所产生的强大推进力强迫弹头内的铜质衬垫形成定向性的物质喷流，喷流的强度取决于弹头大小，并可穿透相当厚度的装甲。同时，一组位于底火处的机械保险也确保弹头在离开发射管维持于接地状态，无法启动。一旦弹头进入加速状态，此保险即不再维持接地，并正式启动位于弹头前方的撞击引信，等待爆炸。M72使用预装式火箭弹，后期 M72A2 靠着单一设计改良的发射器。一般最常见的 M72A2 为发射筒内预装发火器与一枚66毫米 HEAT 弹头火箭的配置。根据1977年时的官方资料，标准的 M72A2 反装甲弹头具有贯穿20公分车辆装甲、60公分强化混凝土，或者是 1.8公尺厚土壤的能力。尽管 M72在1970年代已难以对付配备复合装甲的第3代战车，美军早于1980年代便引进更具威力的 AT4 取代日益老旧的 M72作为单兵反战车武器。但在2006年，美军于伊拉克执行前进行动时，在当地的城镇和山区，重量轻的 M72成为理想的城镇战利器，很适合应付使用40毫米弹药火力不足，但出动 AT4 火箭弹或托式反战车飞弹又过于浪费的目标。M72的重量只有 AT4 的1半左右，作战时单兵只能携带1支 AT4，但 M72却能同时携带2支。
因为使用便利，价格又比 AT4 便宜。美国国防部在2015年与供应商签约采购改良版的 M72。